第3个就是我们第一次的暗影传说宝可梦。Yo, what's up, 配对，我是刘佩 Pierre。今天跟大家分享暗影中必经的威胁特殊调查，全部的阶段。另外也跟你们分享一下打败火箭队干部需要用哪一些宝可梦呢？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一样这么期待的话呢，按铃铛呀 ，Pokemon Go。首先要感谢所有配对们有来到我们的100万订阅配对见面会。如果你们想要看昨天配对分享的照片跟影片的话呢，可以看这个 #PayMillion， 这个 eyes 变成1，所以 PayMillion yeah， 是不是很酷？那我们首先讲的就是游行，那这个游行是宝可梦剑与盾上市的一个游行，它这个活动会从11月15号一直到12月1号，但是游行的部分，大型宝可梦气球造景是11月15号到17号，在香堤大道以外的话，可能就有一些宝可梦见面会啊，或者可以试玩剑与盾的部分，这些可以一直到12月1号，都是在星光3月的 A9 9楼。那我觉得蛮酷的，我当初去日本的皮卡丘大量发生的游行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玩。这里上一支影片如果还没有看的话，我们讲暗影中逼近的威胁特殊调查之前，先跟大家复习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图片很好看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到底要怎么遇到火箭队干部的话呢？很简单，就跟火箭队手下打，他们就会掉一个神秘零件，累积6个神秘零件就可以组成一个宝可梦火箭队雷达。火箭队雷达有了之后，就可以找到火箭队干部。那稍微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包包里面没有位置的话呢，那就没办法拿到这个神秘零件，一定要有空间才可以获得神秘零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，在网络上有人解开所有火箭队暗影中逼近的威胁任务。第1阶段就是要旋转10个补给站，就可以获得500经验值，打败3个火箭队手下也是500经验值，然后捕捉1个暗影宝可梦也是500经验值，奖励就是500星辰、10个宝贝球，还有10个莓果。第2阶段让我们稍微卡住，就是要连续5天旋转补给站就可以获得750经验值，进化15只暗影宝可梦也是750经验值，然后赢得5次团战也是750经验值，奖励就是1000星辰、3个超级药水，然后3个火力碎片。第3阶段我们终于可以看到，就是道馆中使用6次超级有效攻击就获得1000经验值，赢得3次训练家对战也是1000经验值，然后最后就是打败6个火箭队手下也是1000经验值，奖励就是1500星辰、15个超级球，然后5个凤梨果。我完全没有声音，因为昨天唱歌，然后晚上 Megan 也给我一个惊喜。那在限动跟照片应该都有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IG。第4阶段的任务我觉得是蛮酷的，因为要打败3个Go火箭队的干部，所以要打败 Argo、Cliff 还有 Sierra。那奖励就是1250经验值，所有都是。解开这个阶段之后，就会有2000星辰、1个超级火箭队雷达、3个金色莓果。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一阶段很棒？因为如果没有在商店买火箭队雷达的话呢，那你至少要打败18个火箭队手下才可以得到3个火箭队雷达，然后还要找3个不同的干部。我觉得是 OK， 是因为至少你可以去玩啊，去跑来跑去，走来走去。那如果比较难的话，对，商店是可以买。我还是觉得其实不应该买的。下一个就是第5阶段，要找到Go火箭队老大，就是板木老大嘛。我们这个奖励就是2500星辰，这很棒哦，所以我应该会用星星碎片。另外一个就是与Go火箭队老大对战，就是1500奖励。最后就是要打败Go火箭队老大，奖励就是3个银色凤梨果。那解开这一阶段的话，就会有3000星辰、1个一般技能学习器，然后1个特殊技能学习器。因为我们这个特殊调查，它每个月都可以解开1次的话呢，那你每月至少可以拿到这些学习器。那第6阶段就直接解开，就有2000经验值，每一个都2000，所以总共6000。解开最后这一阶段的话呢，就是3个火力块、20个高级球，然后3个神奇糖果。Sorry， 这个照片可能
没有那么的清楚，但我们在网络上只有找到这个。这里好像要打败够火箭队老大的徽章，这里打败1次就是铜牌，打败5次就是银牌，然后打败20次就可以获得金牌，20次就等于说1年8个月之后，所以大家加油。然后下面这个也可以看到火箭队的衣服，我们上一集有跟 Sierra 对打嘛，那我没有想到有这么难，而且在网络上不少网友也说，其实对，真的很难。所以最近有很多宝友推荐，到底要用哪一些宝可梦才可以打败这些火箭队干部。所以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讲的就是克里夫。克里夫每次用的第一个宝可梦都是喵喵。喵喵它是普通属性，然后它也会用2属性的招式，所以对它最有效的就是格斗属性。所以我们推荐的就是这几个 Lucario、Blaziken、Poliwrath 还有怪力。接下来克利夫会用的第2个宝可梦有可能是卡比兽、Sandslash 或者 Flygon。那我们先看看卡比兽。卡比兽会用的普通招式有幽灵，还有超能力属性，所以真的要小心。它的特殊招式的话呢，有可能是龙属性、普通、钢还有地面属性，所以属性是非常非常多。卡比兽会是最难的。那对卡比兽最有效的就是格斗属性，但是我觉得也需要用钢属性，因为它比较可以耐卡比兽的招式，所以推荐的就是这几个 Lucario、迪亚卢卡、超梦还有 Melmetal。 这里没有推荐怪力，就是因为卡比兽的招式它有超能力属性，那超能力是对怪力是非常非常有效，所以不太推荐的。下一个宝可梦就是 Sandslash， 它会用的招式有地面、钢还有岩石属性，对它最有效的就是草属性、冰属性还有水属性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推荐的就是 Swampert、超梦、Regice 还有水精灵。下一个就是 Flygon， 它会用的招式有地面、龙还有岩石属性的，对它最有效的就是冰属性，因为是2倍有效的，所以我们推荐 Regice、超梦、象牙猪还有蒂亚卢卡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克利夫会用的第3个宝可梦会是班吉拉、Infernape 或者 Torterra。班吉拉它普通招式会用2属性还有钢属性，但是它特殊招式除了用2属性以外，也会用火属性跟岩石属性。那对它最有效的就是格斗属性，因为它是2倍有效，水属性也可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推荐的 Lucario、Poliwrath、怪力、Blaziken 还有 Swampert。下一个就是 Infernape， 它普通招式是火属性，那特殊招式会用的是火、草或者格斗属性的，对它最有效的就是水跟地面属性，但是比较可以耐 Infernape 的招式就是有超能跟飞行属性，所以会推荐的宝可梦就是这几个 Lugia、Swampert、吉拉缇娜起源形态，还有超梦。最后一个宝可梦就是 Torterra。Torterra 的普通招式会用2属性还有草属性，特殊招式会有地面、草还有岩质属性的。那对 Torterra 最有效的就是冰属性，是有2倍有效。有推荐的就是 Regice、蒂亚卢卡、象牙猪还有 Hydreigon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有推荐的宝可梦有蛮多是重复的，所以如果是完全不知道到底克利夫会出什么样的宝可梦的话呢，最推荐的就是这3个 Lucario、Regice 还有 Swampert。 下一个干部就是亚洛，他每次用的第一个宝可梦就是飞天螳螂，它的普通招式会用飞行还有虫属性的，但是它的特殊招式有可能有2属性的招式。在这里推荐的宝可梦呢，是希望他们的招式是可以收集能量比较快，这样的话可以放更多特殊招式，把他们的保护盾先用掉，所以推荐的就是这几个 Melmetal、Golem 还有闪电鸟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3个他们的普通招式都是累积能量非常非常快。会用的第2个宝可梦就是 Magnezone、Crobat 或者暴鲤龙。Magnezone 会用的普通招式有雷属性，然后特殊招式的话有雷还有钢属性的，但是对 Magnezone 最有效就是地面属性，因为它是有2倍效。那火属性也不错，所以我们看看有推荐的就是这几个 Garchomp、固拉多、象牙猪、Rhyperior、Swampert 还有 Blaziken。 为什么有 Swampert？ 它是水属性，因为它也是地面属性。接下来就是 Crobat。Crobat 的普通招式它会用2属性还有飞行属性，特殊招式有幽灵、飞行还有毒属性的，所以推荐的有雷公、闪电鸟、Melmetal、班吉拉、Regirock 还有超梦。那我平常都会用班吉拉2个岩质属性的招式。最后一个就是暴鲤龙。暴鲤龙会用的普通招式有包含水还有2属性，那特殊招式包含水、2还有龙属性的，对它最有效其实是
雷属性，因为它是有2倍效，所以我们有闪电鸟、Melmetal、雷公，还有 Hydreigon。亚诺会用的第3个宝可梦有 Scizor、快龙或者喷火龙。 Scizor 它普通招式会出钢或者虫属性的，但是特殊招式除了钢还有虫属性，还有2属性。那对 Scizor 最有效的就是火属性，因为有2倍效。 所以推荐的就是 Blaziken、喷火龙、炎帝、Typhlosion， 还有蒂亚卢卡。下一个就是快龙，快龙会用的普通招式有龙属性，还有钢属性；特殊招式有龙、飞行，还有普通属性的。对它最有效是冰属性，有2倍的效果。所以推荐的宝可梦有蒂亚卢卡、Regice、超梦、巨鲸怪，还有闪电鸟。那其实也可以用班吉拉2个岩石属性。所以在亚洛这7个宝可梦，如果完全不知道会出现哪一些宝可梦，最推荐的就是这3个 Melmetal、超梦，还有 Blaziken。我们最后要讲的就是Nick 的老婆 Sierra。Sierra 每次会用第1个宝可梦就是纽拉，纽拉会有2还有冰属性的招式，那对它最有效的就是格斗属性，2倍效果。那一样，我们在这里是想要能够累积能量更快的，所以推荐的就是 Lucario、Blaziken、Poliwrath 还有 Scizor。Sierra 会用的第2个宝可梦有包含 Hypno、成龙或者 Sableye。那我们先看看 Hypno， 它会用的普通招式有超能力属性，但是它特殊招式除了超能力属性，它还有格斗、火、冰还有雷属性的。那在这里其实是想要抵抗超能力属性，所以我们会推荐用2超能力还有钢属性的宝可梦。所以有这些 Darkrai、巨鲸怪、班吉拉还有超梦。下一个就是成龙，它会用的属性有 水还有冰属性的，所以会推荐的就是蒂亚卢卡、Lucario、Melmetal 还有 Regice。接下来就是 Sableye， 它会用的招式有包含2属性还有幽灵属性，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个炎属性的特殊招式。最推荐的就是用妖精还有2属性的宝可梦，所以可以看到 Darkrai、Hydreigon、班吉拉还有 Togekiss。那 Sierra 会用的第3个宝可梦会是 Alakazam、Houndoom 或者菜杂的老婆沙奈朵。Alakazam 会有超能力属性的普通招式，但是它的特殊招式除了超能力属性，有可能也会有一个格斗属性的招式。那对它最有效的其实就是2属性，所以 Darkrai、Hydreigon、班吉拉还有巨鲸怪。下一个就是 Houndoom，Houndoom 它会用2还有火属性的招式，所以对它最有效。这个其实很简单，水、格斗、岩石或者地面属性的，所以我们推荐 Swampert、Poliwrath、怪力或者班吉拉。最后一个就是菜渣的老婆沙奈朵，沙奈朵会用的普通招式有包含妖精、超能力还有雷属性的，那特殊招式会有超能力、幽灵还有妖精属性的招式，所以对它最有效其实也很简单，也可以比较抵抗它，就是钢属性。所以我们有巨鲸怪、Melmetal 还有蒂亚卢卡。那在这7个宝可梦里面，如果完全不知道会出现哪一些宝可梦，最推荐的就是这3个 Lucario、Melmetal 还有班吉拉。刚刚出来一些新的资讯，板木老大会用的宝可梦，第1个每次都会用 Persian， 第2个有 Dugtrio、Rhydon 还有 Hippowdon， 然后第3个就是我们第1次的暗影传说宝可梦极冻鸟。第1个的话当然可以用格斗属性，然后第2阶段格斗、水、草都不错，然后极冻鸟可以用岩石属性比较推荐，因为是刚刚才出来，所以还没有人推荐一些东西，但是我觉得一样可以用 Lucario、班吉拉2个都是岩石属性的招式 ，Swampert 也不错，然后 Melmetal 也是很棒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捕捉的话是捕捉第3个暗影传说宝可梦，这个月是极冻鸟，我不确定，但是我猜可能每个月会换一个新的暗影传说宝可梦，所以也许下个月是火焰鸟，再下一个月是闪电鸟，而且现在也没有讲是不是有没有设为的暗影传说宝可梦，但是我希望有，没有照片，但是在网络上有看到，如果想要进化一个暗影传说宝可梦的话呢，需要的星辰非常多，要2万星辰跟20个糖果，如果是打败板木老大的话，就可以得到9颗球。这3个干部不简单，但是是蛮多宝可梦是有重复的。我是推荐可以练习一下，类似像 Swampert、Regice 很不错， Lucario 也是一直在推荐， Melmetal 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超梦也不错，班吉拉。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是可以练习一下，因为真的他们需要用的几率是比较高。我开始累，光也快没了。Cedric 听了很久， Cedric 你可以剪吧这个。
什么意思？等一下什么意思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会尽量，因为现在已经下午差不多5点钟，希望可以上传分享给你们，因为我知道这些资讯其实很多配对们、很多保友需要，所以我们会尽量。基本上就这样，再次感谢所有配对有出现在见面会，没有来到见面会也没关系，我们因为这一次只有10天的警告，所以也蛮少的。那下次会不会有机会再次一个见面会呢？目前还不确定。因为好累，超级累。But 呀，应该就这样。我蛮好奇，你们觉得哪一个火箭队干部是最难呢？好，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个喜欢，更喜欢就分享。想要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以及加入配对，那就订阅，你最棒！记得按铃铛。Pokemon Stop， 会不会觉得比较就是性感？会吗？笑什么？